Hey what up? Welcome back to my YouTube channel. 我是徐浩。今天呢，这期视频呢是做关于我第一个 web application 啊。之前呢，我是从来没有做过一个 web application 的啦。因为就算是在大学的时候，我们有需要做一个 web page， 也是我的 groupmate 帮我做的。我自己没有 involve 在做那个 web page 啊，我是做其他的事情。OK， 这期视频呢，我会跟大家解释这个 web application 是拿来做什么，然后我为什么要做这个 web application。然后还有就是这个 web application 我是怎样 develop 出来的，然后它有什么好处跟坏处。对我来说呢，这个是一个蛮有趣的 topic 啦，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原本我是打算上个星期跟大家分享这一期视频了，可是因为我的课业实在是太忙了，然后太累了，我已经没有时间去拍片，然后再去剪片了，所以我就把上一些视频拖到这个星期的视频了。OK 啦，所以就废话不多说，给你们看看我的 website。OK， 这个就是我的 first application 啊，这个App 的名字叫做 TDE Calculator， 就是可以让你知道你一天应该要吃多少的热量。这个 application 的那个起源呢，是来自我的一个 Principle of Data Science 的一个 project 啊。我们老师要我们做一个 interactive dashboard， 因为我本身是有在健身、在运动，所以我个人就会比较 prefer explore 这一个方面，然后把知识带给你们啊。所以我就做了这个 Calories and Nutrition Calculator。让你知道你的 BMR 是多少，你的 TDE 是多少，还有你的 Macros Distribution 要怎样分配。我会把我这个 Web Application 的连接放在我的 video 的 description 下面啦。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自己去用看看。这个 Web Application 呢，要回答的问题就有3个吧。你要知道就是你的基础代谢率是多少，基础代谢率就是 BMR， 然后 TDE 是多少，然后你应该要吃多少 calories， 然后你要怎样分配你的3大营养素，也就是你的碳水、蛋白质跟脂肪。OK， 我也有准备一个 basic terms 的 tag 给你们知道，我刚刚讲的那个 BMR、TDE 跟 macro nutrition 是什么分别啊 ？OK， 这个就是那个 basal metabolic rate 啦。basal metabolic rate 我们叫做基础代谢率。为什么叫做基础代谢率？就是因为你的身体需要一定的热量来维持你身体的机能。For example， 你需要热量来呼吸，你需要热量来消化，也需要热量来血液循环。基础代谢率就是那个最 basic 的 calories， 你一定要吃的。所以你吃东西你一定要吃超过你的 basal metabolic rate， 这样子你的身体才能正常的运作。为什么我们讲节食不好？就是因为它是低过你的 basal metabolic rate 的，然后你的身体就会进入一个濒临死亡的模式，你懂不懂？这样的时候你身体就会觉得有一些东西是不需要的。第一个东西就是你的肌肉是不需要的，他们会把你的肌肉燃烧掉，来拿到那个热量，来维持你自己的生理机能，你懂不懂？然后你之后吃多少都会反弹，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你一定要吃超过你的 basal metabolic rate。OK， 进入下一个就是你的 total daily energy expenditure， 或者叫做每日总消耗热量。TDE 跟 BMR 有什么不一样呢？BMR 呢，就是你需要的热量来维持你的生理机能。TDE 有包括你一天所做的活动，例如你是一个 salesman， 需要一直跑来跑去，去这里去那边，所以你的身体就需要多一点点热量。第二个就是有些人有运动，然后运动其实是可以帮你燃烧很多的热量了。所以如果你是一个运动员的话，你的 TDE 一定是高过正常人的。OK， 第3个呢，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macro nutrition， 所以说3大营养素。就是你们的碳水、蛋白质还有脂肪。为什么这个东西很重要？就是因为你需要知道你应该要吃多少的碳水，你需要吃多少的蛋白质，还有需要吃多少的脂肪，这样才对你的身体最好。我们了解这3个最基本的 terms 之后，我们就要进入那个 calculator 了。这个就是那个TDE calculator 了。所以左边这个东西是需要你自己去 input 的。最简单就是拿我自己的身体来做一个例子啊。我现在是70 kg， 然后我的身高是165。Oh my god， 这么把身高报出来了。然后我今年24岁嘛，然后我是一个男生，我一个星期大概是做5到6天的运动，我就选 moderately active。然后我的目标是什么？减脂的话，我就选 lose weight 你按了 calculator 过后，全部东西都会改过。根据你的 input 那 calculator 就会算出来你需要多少的热量才能maintain你的生理机能，你需要多少热量才可以到你的 TDE， 还有你需要多少热量才可以达到你想要的目标，例如减脂、maintain 或者是增肌。因为我要减脂的关系，我的碳水、蛋白质还有脂肪的比例是4:3:3。如果我的 goal 是 maintain weight，
我这个calculator就 suggest 你吃50% 的碳水，30% 的 protein， 还有20% 的脂肪。如果你是要增肌的人呢，我是建议你吃多一点碳水，就是55%的碳水，30%的蛋白质，还有15%的脂肪。所以你知道你要吃多少热量了之后，你一定是要想要怎样把那个食物 convert 去那个热量呢？我就准备了这个 tab 给你们。OK，so 这个 food 的那个 tab 呢，原本我是打算做一个 function， 就是你可以从我的 database 里面找到你今天吃的这个东西是多少热量，只要你不超过那一个热量，你就是达标了的。可是我发现到 MyFitnessPal 的这个 food database 已经太全面了，它们就有超过1000万的食物在他们 database 里面了。我找到的 database 呢，最多只有200-300种食物罢了。So 在这边呢，我准备了一个东西，就是你们可以直接按这个 Visit MyFitnessPal， 你就可以去到那个网站啦。然后你可以直接在这边 search， 这样我今天有吃饭，所以我们就 search rice， 可以选到这样 Jasmine rice 是我们的香米哦，然后就按咯，然后你就可以知道你一天吃了多少热量。如果你有 MyFitnessPal 的 account 跟 app， 你就可以把这些东西记录起来，你就不需要去手动去记录。所以我觉得 MyFitnessPal 是一个很好的 application 啊，我也不需要去花时间去 develop 这个 function 了。如果你觉得这个东西还蛮值得探索的话，我可以以后做一期视频来教你们讲 develop 一个 database 来做到他们这样的 function 啊。然后这个 application 还有一个好的地方是，它有跟你讲你吃好这个160热量，你要做多少分钟的运动才可以消耗掉它。虽然我觉得我们是应该不用烦这些啦，因为你有一定的基本的 TDE 会被燃烧掉。如果你吃超过了，你才想办法燃烧掉，不然你会长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误区的错误就是，人家以为吃健康的东西就不会长胖，其实是错误的。如果你吃饭只吃一点点，可是你喝很多的汽水，喝很多糖分很高的饮料，你还是会胖的。而你吃 salad， 虽然讲青菜是不容易长胖，可是如果你放很多的酱，它也是有热量了，而且那些 sauce 的热量非常的高，所以这个就是你长胖的原因。你不知道那个原理，你以为你吃健康就不会长胖。其实减脂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你要知道是，你可以选择你要吃什么，你要控制的是那个量。如果你今天想要吃 burger， 你想要吃披萨，你就吃少一点点就好，你不要吃那么多，就不会超过你的热量。不是讲你减肥你就吃到清清淡淡，吃 salad 吧，吃苹果吧，你怎样活了下去？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跟你讲，你要控制的是你的分量，而不是控制你的食物。当然你也可以控制你的食物啦，那个是最好的方法。如果可以控制2个是最好。可是如果你觉得哇，今天我真的很想吃burger， 你就吃少一点罢咯，没有问题的嘛。你只要不要超过你的 TDE， 就不会胖了。如果你吃超过你的 TDE， 不管你有没有吃晚餐，你都是胖的。如果你没有吃超过你的 TDE， 就算你吃宵夜，你都不会胖了。所以最后一个 tab 是关于我啦哈，因为我觉得既然是我的 app， 我要介绍一下我自己嘛，顺便给我自己打一下广告。这个是 about me 哦，我现在是一个 content creator， 然后我之前是读 mechanical engineer， 然后我毕业了，现在在读这个 master of data science。然后这个是我的 email， 然后我的 YouTube channel， 然后我的 Facebook account， 然后我的 Instagram。如果你觉得哎呦为什么这样麻烦呢？这样子我不知道自己去 search， 不用的，你直接按我这个下面这个 icon， 就会redirect到我的 channel 那边了，是不是很好？然后如果你要找我的 Instagram， 按这个，这个就会 direct 去我的 Instagram account 了。它的是不是？然后如果你懒惰找我的 Facebook， 打序号又华语英语这样麻烦，直接按这个就好了，就direct去我的 page 那边。所以做一个总结，就是我做这个 application 呢，是因为我之前有一期视频是有谈到 TDE 的，因为那时候我没有这个想法，没有想要去做一个 web page 的想法，所以我就介绍一个网站给大家吧。然后刚刚好我又学会了做这个东西，我就展示给你们看了啦。OK，so 在最后的时候给大家看一下我是怎样 develop 这个 app 的啦。我的这个 application 呢，其实不是用 HTML， 不是用 CSS 做出来的，我是用一个 language 叫做 R， 它的IDE 是 RStudio 咯。从这个 R 的 language， 我再把我的 web page code 出来，就是这么简单罢了。我会考虑会不会把这个 code 放上去啊？如果你们有人想要这段代码了，你可以留言，然后我会考虑要不要放在 GitHub 给你们去 explore 一下。So 这个 language R 呢，它是一个 data analytics 的 programming language 啦，它适合分析你的数据，可以帮你 perform 一些 cleaning 的 task 啊，然后 visualization 的 task。
可是它不是一个很好的 web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的一个 language 啊。如果你是想要做一个 web page，我更建议你去学 CSS 啊、HTML 啊，还有 Java 吧，应该是这3个语言啊。OK 啦，影片就到此结束啦。如果你喜欢我的 video， 帮我按赞、订阅跟分享，也更加多人知道我的存在。如果你想要探索这个 web application 的话，你可以点击我 video 下方的那个链接，然后你就可以去到那个 web page 去算一下，看你的 TDE 是多少，然后你一天该吃多少热量啦。OK 啦，影片就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期再见。